弟弟儿 UD 小姐暖生活，和我们一起打造梦想小窝。欢迎来到弟弟儿小姐暖生活，我是弟弟儿，我是蛋仔。今天呢，要跟大家公布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喜讯，就是我们买房了。买房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也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买房心路历程。买房一直都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它一直都在我的人生清单上面。我都希望说以后长大能有自己的房子，然后把它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和哥哥可以一起有属于自己的小窝。对，我跟妹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从小没有买房子的那个想法，就是慢慢是长大之后有在外面租屋，常常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像是漏水啊、壁癌啊、电费很贵啊，一度都要5块。然后有时候想要装修自己的房子，也觉得有点舍不得，因为那个租屋都是房东的，所以后来就是遇到妹妹之后，就觉得，那我们可以买自己的小窝。之前呢，我们租屋的地方那个漏水真的宇宙无敌严重，而且那个窗户又都关不起来，因为它的那个地方房东把那个冷气水管要从窗户出去，我们那个寒流来的时候根本无法关窗户，然后遇到雨季的时候，就真的是里面都在滴水，然后整个床后面的那个墙壁啊蔓延到天花板，全部都是霉菌。那时候妹妹不敢擦，对，超级恶心的，超级恶心的，而且你擦完又马上长，对，因为一直下雨。然后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一直擦，每天都在那边擦，把所有的那个湿纸巾都擦完了，然后我就开始找房子。就是某一天，我们骑车在路上，经过这一区从化区，然后感觉有很多预售屋、样品屋可以进去看。然后我们心血来潮想说，那我们虽然还没有钱，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先进去看房子，然后了解说，现在那个北部的房价怎么样？那我们到底要存多少钱？我们离买房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所以我们就鼓起勇气，虽然我们是小白，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就进去开始看了我们的第一间房子。一开始进入到那个展售中心的时候，其实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装潢真的很漂亮，而且还有一些那个茶。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屌就是我们进的第一间，那个销售的姐姐真的很好，然后拿一个菜单跟你说，那个先生小姐，请问你们要喝什么？还有柳橙汁啊、拿铁咖啡，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放松了我们的那个紧张的情绪，因为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一进去他就是很好，然后就是先让你喝个东西放松一下，然后再去问我们的需求。那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的预算是有限啊，我们第一次来看房啊，姐姐可以介绍给我们这附近啊有的那个环境，因为我们都不了解啊，我们从南部上来的。她姐姐她也是很热情，她其实并不是每一个销售人员都会可能看你说，你看起来没有钱什么，有一些真的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既然有那么多间展售中心，你其实是可以鼓起勇气进去看的啊。这个不行，那我看下一个。但是我们遇到好的人的话，他会跟我们介绍，那我们就是学到，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个买房的需求嘛，啊，我们就是从不会就慢慢问到，我们开始了解。那你了解了以后，你就越来越知道，这附近的行情、价钱，有哪些格局我们喜欢。那我们一开始的话，我们是以说价钱先可以负担，看总价，还有看交通。去了越多间展示中心之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很多多多少少一些房地产的知识。那我们经由这样子，每次放假的时候去看，那我们慢慢的就累积到很多一些房地产知识。我们慢慢对这个东西越来越了解，也慢慢的就是比较不会害怕去买房这件事情。看到最后会觉得看房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后来发现了解买房子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你没办法看1-2个月，你就对它有所感觉，你可能要看个1年2年。你慢慢在这个过程中之后，你就会对它更深刻的了解。买房子的来源可能就是有成屋、有二手屋，也有像我们买的预售屋。对，那我们预售屋的好处就是说，在买的时候可能房子还没有盖。那从它开始盖到盖好交屋，可能通常都要2年或3年，像现在缺工缺料可能会更久。那这段期间的话，因为它延期了，那我们公司期款就是慢慢分期，分期时间也拉长，让我们可以更多时间可以赶快去存钱，这样子。对，所以它预售屋有好，
它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好的话，我是觉得我们还款压力会稍微低一点。除了预售屋之外，像还有成屋啊、二手屋这2种来源的话，你就必须一开始就拿一大笔头期款去支付。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预售屋相对的比较有弹性。我们刚刚有说到，就是买房就是要跨出第一步。对。那跨出第一步之后，陆陆续续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真的，对，想起来真的觉得是很诡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可以避开这个雷哦。刚开始看房之后，我们遇到一间蛮喜欢的房子。那时候我们看的觉得蛮喜欢的。代销小姐说，那如果我们喜欢的话，我们就先给他们保留金。只要给他们之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个红单，代表说我们这一间房屋，它可以帮我们保留1个礼拜，可以让我们去想，到底要不要正式签约？对，但是价格还是有差一些。代销小姐说，她会帮我们再去跟建设公司谈。因为他开的太高了，然后我们就是预期的价格没那么高，他就说那他们帮我们去争取这样子。等到保留期1个礼拜到的时候，那他那天就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过去签约了。然后就说，那价格怎么样？对，有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价格？对，他说他叫我们先去，对，他叫我们先去。我觉得，为什么要先去再说？那时候我们刚好人也在旁边看其他预售。对，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在看其他间。他说，你怎么可以看其他间呢？你不是已经跟我们保留这一间了吗？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为什么不能看其他间？你又没有给我们合理的价格，你也不跟我们讲价格啊？你为什么限制我们去看其他间？对。那他就说，那个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你已经跟我签了，那你这样子不行啊，这样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啊。我们就心里想说，哪有人这样子的？我们都还没有成立，而且也是你叫我们先签，到时候价钱没谈可以退给我们啊，你去帮我们谈啊，到时候你知道最后我们就会说那你说你叫我们来签约，那价钱谈的怎么样？他就说没有降价，就是老板就是这样子讲，维持原价。对那你叫我们来签约，但你又不准我们去其他地方谈，那你就是逼我们现在要签。他就是很奇怪，我跟你讲，遇到这种代销，你真的就不要理他，他真的是在骗你这种小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跟大家分享，你真的要小心，不要被骗。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一直看了很多间之后，真的看很多间，但是我们是很乐在其中，因为有点学习。然后终于看到一间让我们一见钟情的房子，我们2个真的是一进去，真的就是一见钟情，真的。因为这边地点实在是太好了，然后旁边又有公园，我们2个就是很喜欢那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然后它旁边又有旧生活圈，然后又有公车站牌，楼下就是公车站牌，然后又有机捷捷运，然后学区又很棒。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哇，这边真的是太好了，很难得有看到地点还有环境让我们那么喜欢，然后机能又好的房子，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就是买这一间了。跟大家说，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就是慢慢看，那看到最后你一定会看到，就是它了，就是跟你有缘的房子。开始买房之后，生活上也蛮多改变。对，就是想说怎么存钱啊，怎么省钱啊，这真的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先第一步就是你要先有这个想要买房的刚性需求的念头，然后第2步就是不要害怕，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是小白，我们也是要勇敢开始去看房，了解怎样的目标可以让我们去达到，我们要存多少钱。那第3个的话，就是你知道目标以后，你就要开始行动。其实你不用担心，像我们都是这样子来的。希望可以鼓励各位粉丝们，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有自己的家的话，一定是要开始行动，不要害怕。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的签约金顺利缴完以后，那我们就开始缴工程期款。对，工程期款的话，我们就是有跟代销公司他们谈，他们就是说好，可以给我们几期一起缴，几期一起缴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回家规划说，那我们每个月工程期款要缴多少钱，所以我们要存多少。那我们就是要开源节流。其实以前呢，在刚上来台北的时候，就想说反正我就是1到5上班嘛，然后6日就是放轻松我中午都睡到12点然后睡起来出去晃晃出去玩你其实是觉得说1到5自己已经很辛苦了，所以你不会想说6日要拿来拼。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买了这间房子以后，我们反而就是想说那这样不行我这样子如果不开源的话，那这样子我可能负担真的很重。所以我们就是6日都去路易莎，我们真的是这几年每一个礼拜
我们这几年的每一个礼拜都去路易莎报道，然后我就是想说，我可以去学英文啊，然后去学一些本职学能的东西，把自己的专业用得越来越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是一样，就是开始去跟着你们一起去路易莎，然后去学一些技术啊，因为提升自己工作方面的一些竞争力。对，所以我们就会其实从早到晚，一早起来就去路易莎，一直到晚上他要关店的时候。但是我是还蛮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不觉得累，你会觉得，你有目标，那你为这些东西奋斗，就是为你自己的房子奋斗，就是它是很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你以前觉得1到5上班好累，然后6日我想要放松，但现在有目标以后，你的6日反而是觉得6日好可贵，我要拿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的目标是有想要自己的家的话，你真的不用担心，你反而是因为有这个目标而会让自己越来越努力，越来越好。那现在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节流的。我们节流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少吃一点咸酥鸡，我们宵夜的话就是都不吃，都没有吃。刚好我们租屋的那边附近东西比较贵，所以我们就是平常也很少在吃宵夜了，3餐都自己煮了。其实我以前在台的时候是不太会自己煮东西，顶多就是煮面吃。那上来了以后，买房之后，变得好积极哦。那个6日准时去菜市场报到，对，买1到5的所有的伙食回家饼，对，然后每一天下班回家。你看平日1到5下班回家，我每天都煮哦，而有时候加班的话，我还煮到12点。但是你会觉得说，没关系，我要省钱。不然你中午的话，公司附近的东西又很贵，你根本没得选择嘛。那你如果自己带便当微波的话，省很多，而且我煮。他也可以带便当，我们就2个人一起吃，然后晚上也是，就觉得说我们为了我们的梦想，然后我们就是牺牲了这些东西。妹，你应该有那时候我们拍的一些照片，对，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对，我已经变成厨神了。对，真的是从不会煮到会煮。对，就是买房教会我们的几件事情。对，其中一样真的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厨房的套房。我们就拿着一个电磁炉，对，然后插着电，然后就开始在房间里面炒菜，在房间里面炒煮汤，超级克难。对，都用那个锅子。对，然后把我们1个礼拜要吃什么，我们都把它做出来，然后放在冰箱冰。对，然后我们没有厨房哦，那我们洗碗怎么洗？洗碗在厕所。对，洗碗就是哥哥蹲在厕所那边洗。对，就在那边，然后你打开的时候，就是他看到他蹲在那边，而且我们是用脸盆，然后在那边洗，在那边刷，就是真的是很克难。对，但是我们会觉得说那个过程是很开心、很有趣的，因为我们是很有生活感，我反而觉得很有生活感，为自己的生活奋斗的感觉。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早餐也是我们都是去全联直接买一个那个45块的白吐司，然后和一个果酱，我们就是每一天早上都是吃草莓吐司，就是超好笑的。然后或者是草莓吐司吃到腻以后就变花生吐司。花生吐司吃到你以后就又变草莓吐司，然后吃到最后就真的有点怕，真的。但是那个省钱，省了超多钱，真的省很多钱。有的时候加班真的太晚的话，就是明天的中餐怎么办？那你没时间再炒菜，那我们就会去买一大包100个水饺来囤。然后那时候有一家水饺超便宜的，100颗不到200块。对，所以我们就常常去吃，然后同事就会问我说：“你怎么每天都在吃水饺？”我就跟他说：“我一次吃10颗水饺，那我一餐这样子不到20块，看我有多省。”他说：“我们公司应该没有对员工这么苛刻吧？你怎么中午只能吃水饺？”对，我说没有，因为那个买房压力真的太大了。对，我就中餐吃水饺，晚上也吃水饺，我这样他们吃饱就好了。对，但是其实吃得很开心因为我们2个本来就对物欲没有什么要求，就只是让我们2个变得更积极一点，然后会对于金钱这部分的话，就是有目标，我们会去节省这样子。而且我们反而因此找到很多 CP 值高到爆好吃的店，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之后从那个贵一点的地方再搬家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家附近好多那种小吃摊，好便宜哦，1碗阳春面35块，然后超大碗还有菜然后那个什么卤肉便当65也是超级多菜，超级多卤肉，就觉得哇塞，就是你反而会去找
会去找一些有没有 CP 值高的，你不会想说一定是贵的，或者是名气好的才好。那你会觉得说，哇，这些隐藏的小店全部被我们找出来，变成我们的爱店，我们就觉得说，哇塞，吃的比那个花大钱的还好。生活品质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对，而且有小确幸，就觉得哇，花一点钱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真的是太划算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租屋附近真的有好多好吃的，之后可以拍一集，真的是隐藏在地美食，真的，我们每次吃完，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对，真的太好吃了。对，我们之后就是要离开租屋的那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拍一集，一网打尽我们那租屋附近的地方的美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反而也有一点点舍不得那里了，对，那里真的是让我们有太多美好的回忆了。这就是我们看完的心路历程还有过程，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分享，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也欢迎订阅迪迪儿小姐暖生活。我们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买房啊、开箱啊、教大家验屋，还有装潢的频道，让大家可以跟着迪迪儿和蛋仔一起打造我们的小窝，然后从中了解一些验屋的撇步啊、装修的小资讯。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然后，如果你对我们的频道有兴趣的话，欢迎持续锁定迪迪儿小姐暖生活。还没订阅的朋友的话，欢迎在上面订阅、按赞、加分享。下期见！请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你的支持就是对弟弟儿最大的鼓励哟！啾咪。